怀英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在京城19长河，意气风发，指点江山，帮我一次好吗？放了我。我拿到这些黄金，可以换回我要的师徒。到时候，我还是刑部的胡连之妻。怀英，我会成为大唐的栋梁之才。我会成为大唐的栋梁之才。
黄金案破了，皇后，今后不会再有私贩的黄金流入京城了。没想到你真中了个樱桃树。是呀，你什么时候想吃樱桃了？出门就能摘。你知不知道一棵树，等它结果，至少也要3、4年呢？那总是会结果的，对吧？当票在这儿，为什么不还呢？今天你必须得还我镯子！干什么呢？大清早瞎嚷嚷！嚷嚷什么？这是衙门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来的就是衙门，我要报官。中计治私欺人太甚，求官家给个公道。他不还我们东西，就是他。报官就好好报。行了行了，都别吵了。何事先皇？明府，您来的正好，您给我说个理。半年前，我在他们中计治私典当了一个金镯子，说好的当期半年，当票在这儿，白纸黑字。今天是当期的最后一天，我凑够了钱想拿回我这镯子，哎，他们告诉我，这镯子不见了。启禀明府，当票是真的，上面的笔记确是我们钟掌柜的亲笔，但是当品确实也是找不到了。现在掌柜的不在店里，具体该怎么赔付处理？实在不好意思，还是得等掌柜的回来再说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不太好说，掌柜的私事，我们确实也不太清楚。私事？哼！我听说你们钟掌柜最近装神弄鬼，我看多半是打算带着东西跑吧？是不是打算跑啊？这你尽管放心，我们中计治私已经成立20多年，我们的信誉还是有口皆碑的。呸！今天要么还我镯子，要么你就赔钱。都跟你说了，赔钱。既然掌柜的不在，那这当期自然是作废，往后顺延。待到他们掌柜的回来了，若还是还不上你的当品，又或者他迟迟不归，你们那个时候再来对簿公堂，我自会秉公办理。既然明府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还能说什么呀？3天找不回镯子，咱们公堂上见。公堂上见。多谢。行了行了，看什么呢？散了。哎，这一大早上的烂事儿是一件接着一件。你们俩从哪儿回来的？城东一间酒肆说有人闹事儿，掌柜的来报官，我们俩去看了看。事儿大吗？也没啥大事儿，就是喝醉了，撕了个翻，砸了几把椅子。那个店家也是个不识相的，打翻了椅子，他非要让我们俩赔，说什么我们当差的办事不力。我幸好是个当差的，不然我打死他。明府，又有人报案，是命案。哎呀，可怜的孩子，在昨天晚上找到他以后，吓得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，折腾了一宿才开口说话。找到他的时候，是在城北的桥楼。是，就在沼泽地那一片。昨天我们在桥楼的沼泽地附近捉迷藏，过了很久，我从芦苇后面出来，我找不着他们，他们也找不着我，我就一直走，我想找到出去的路。走着，走到了沼泽附近，
然后我就看到好像有人躺着，我看见了一个僵尸。地府。云府，这有一滩血迹。哎，这儿也有，一定是在这儿遇刺，然后就开始爬。往哪儿爬？啊？桥楼。你们私下转转。人，我是蓬莱县令狄仁杰。娘子，我并无恶意，我只是过来例行询问。昨日晚间，你在何处？你在做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来这里？你走开！娘子。狄明府，既然你如此执着于这具尸体，那你就拿走好了。不过我可得提醒你，最近瘟疫横行，这尸体又出现的不明不白，小心着了道。这具尸体究竟是何时发现的？今天早上。既然你有心要烧了它，那又为何要等到现在呢？昨日，李南通在沼泽地里发现的这具尸体，巡夜的士兵为何没有发现？还记得你刚进军营看到的那几个受刑的士兵吗？昨晚本该他们巡逻，可这帮小子当了逃兵，不知去了哪里鬼混，还弄丢了随身的军刀，一早上才偷偷溜回来，被我撞见。当然，昨天晚上的错误，我会让他们永远都记住的。
哦，对了，这是在尸体上找到的。狄明府，我所掌握的就这些。这下可以向你交差了吗？中计治四。要我说啊，这军营怪得很，还有那帮八营的小兵，满脑子淫邪之念。昨天晚上肯定是寻花问柳去了，逃了巡逻，被抓了现行。寻花问柳，我跟乔太亲眼看见的，他们的箱子里藏着春宫图，被抽完鞭子还嬉皮笑脸的，说什么昨天晚上太值了。那是因为你没在军营待过。一帮14、15岁的精壮小伙，想女人不太正常。哎，明府，你手里这张中计治四的当票，这个中计治四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半年前我在他们中计治司典当了一个金镯子，当票在这儿，白纸黑字。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早上咱们在县衙门口碰见那帮人，就是中计治四的。呀，那就简单了嘛。去治司问问不就行了？让他们帮着查查这死者是谁。这不是一张当票啊，这是一张当票的票根。票根通常都保管在治四掌柜的身上。所以，他是中计治四的掌柜。哦，今天早上那帮人说他们的掌柜不见了。明府，发什么呆呢？还在想刚才的戏？感慨，造化弄人呐。是很可惜。不过我在想，羽氏早知自己有诅咒，摘下面具，就永世不能落地。那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爱人？永世太害怕失去这段爱情，他害怕一旦对爱人表白，就会失去这段爱情，这才是他失去告白的勇气。明府起身，转身。情之为物，最重要的不就是勇气吗？太少了。如果他早一点把事实真相告诉爱人，那么结果也会不一样吧？至少不会受永世盘踞之苦。蓬莱靠海，本就潮湿，这雨一下就是一季。一件合身的蓑衣是必备之物。领口小了些，我再修一修。
曹娘子，所以很好，我很喜欢。喜欢就好。就送到这儿吧。待我把琐事处理完了，再来找你。你看，他似乎长大了。等他开花结果，还得有几年。说快也快。这刺了2刀，凶手是2个人，还是同一个人刺了2刀？从刀上的形状、深度来看，2次拿刀的握法、力度迥然不同，不像是同一个人干的。致命的一刀在背后，应该是被人从身后偷袭的。尸体为什么会被烧成这样？我到的时候，那个校尉正差人在焚烧他，尸体是我抢回来的。还有，我看那个军营里缺衣少食的，派人查一查军营的采买公文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。书吏这2天去州府递交文书了，等他一回来，我立刻让他核验。明府，李掌柜来了。是他。秦节哀。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请带我去治刺一趟。是。听说这钟掌柜呀，最近被小鬼缠上了，成天神神叨叨啊，就真的死了，是不是锁了魂？各位，劳烦。那天我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啊，它变成一只鸟，就这么飞走了。你亲眼所见？明府，告诉我，你都看见了什么？是，明府，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，周围的店铺都打烊了。我坐在茶馆门口，等掌柜回来再收摊。这时候，钟掌柜走出了智寺，穿了一身正常的衣服，朝北边方向去了。忽然刮了一阵风，把茶铺外面的伞都刮倒。等我再看向他时，他的着装像是变了一身，变成鸟人。对，鸟人，变成鸟人，就在这雨中，哎，就这么飞走了。明府，我看到的就是这些。你要是不信啊，上前问一圈就知道了。明府，谢了。请。明府请。这是在钟掌柜身上发现的。哦。哼，又是这种死当。明府请看，这上面人、财、物均无记载。这就是钟坊收的当，赔本生意。钟掌柜这么没有生意头脑，中计至私，能够做到如此规模。不，钟掌柜非常有生意头脑，而且他很有干劲儿。20年前，我们这家中计至私刚刚开张的时候，他就说过，一定要把它做成全蓬莱最大的至私。可惜了，差了那么一点点。他后来变了。这半年来，钟掌柜常常魂不守舍，白天待在店里的时间也短了，对生意上的事情疏于照顾了，甚至不知所踪。每天入夜的时候，他就出去了。
第二天白天又出现了。家主，哎呦，您可回来了。您回去休息吧。尤其是前天晚上，他入夜出去之后，竟然一夜未归。那个时候我就有不祥的预感。他这样消失，可有规律可言？带我去他的房间看看吧。明府请。这就是我们家主的房间，啊，这个稍微有点乱，事发仓促，没有官府的允许，我实在是不敢让底下的小厮去打扫。我们钟掌柜这个人吧，比较孤僻啊。明府，我给您开窗透透气。林掌柜，我自己看。明府请随意，请随意。这些都是钟掌柜画的？是我见过的，是他画的。明府随意。钟掌柜就是半年前在城里看了百戏团的皮影，回来之后啊，就茶饭不思，整天画这些东西。这画我可以带回衙门里吗？当然可以。明府请随意。最后一事。明府请说。钟掌柜可曾对你提起过婴儿？不曾。散会。明府慢走。把这些大的家伙事儿都搬到北边屋里去，归置好了啊。是，抓紧时间清点啊。我回来了。明府，你回来了。这个红叔列出来的清单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漏了。其余的一些家当已经做了准备，送去典当了。这么着急啊？调令说即刻要赴任，那不得早做准备啊？行啊。说你安排吧。怀英啊，你是不是还没跟曹娘子说咱们要走的事儿？你这是要拖到什么时候？我知道了，你是怕你跟他说了咱们要走，他不跟他去是吧？不要说的，不要说的。明伯回来了。哎呀，红叔，你说咱真要走吧，我这心里咋还有点舍不得。有什么好舍不得的？蓬莱这地方我算是待够了，尤其是这鬼天气啊，冬天除了下雨就是下雨，我连太阳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。等咱到了大漠南方，不是风吹就是日晒，有你受的。那也比黏黏糊糊的强，一天天的我晾个衣服都晾不干。既然这蓝方已经成定局，我们现在还在蓬莱，就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啊！救火！
开，走开，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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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，走开，快快快！快！怀英啊，怀英，怀英，怀英！嗨，哎，乔丹，快，你跟上，我去想办法。好。快点，快跟上！月季主事。暗门。快点签字画押。这押我画不了。这上面写着：“菊水楼之火，属天谴之灾。”可菊水楼是楼内起火，楼外边可没着啊，这怎么能说是天火呢？好，那你说，这火从何处而来呀？我要是说不出，这火就是你放的。火是从何而来？需要勘察现场，需要找到起火点、起火物。现在查都没查，无凭无据，凭什么就认定是我呢？你大胆！本官当然有凭据，9人8命，唯独只有你活着，不是你，难道是我？若真是我起心动念想要作案，我又怎么可能让我自己沦落到这般田地呢？嘿，你们这些乌七八糟出身的人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来人，给我打，一直打到他愿意说实话为止。是，住手！让开！下官有失远迎，您请。魏师，狄仁杰是昔日左丞狄知训之公子，并非你所说什么乌七八糟之人。况且他说的也没错，若是他犯案，定不会留下如此狼藉。狄仁杰也曾经是我的学生，我信得过他的为人，也信得过他的智力。魏师，恕下官一时逞口舌之快。来人，将人犯移至后衙问话。是。没事，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了。魏师，军曹回报，这现场已经焦黑，毫无踪迹可寻。仵作还在查验尸体，这案子毫无线索，到底从何查起呢？魏师，我没有纵火，居水楼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？我愿查实，自证清白。你查1旬之内，若不能破案，我顶罪。
你要是把我逃了，大可以将我的画像传至各城门守备处。画像有什么用啊？现在这贼人都会易容，魏师着实不是下官不愿相助，这不合规制啊！魏师，贺大兴是您的笔将、爱徒，他也是我的朋友，我不愿让他枉死，求您助我。这样吧，我有个办法。这玄铁坚不可摧，没有钥匙断不可能打开。以此为凭证，就算他易容作假，只要通知城门守卫，他也逃不出长安城。我会让他住在我府中，严加看管，有我作保。这样你可以放心了。每日有政，务必回县衙禀报当日状况。他本来要以暴雷天火结案，你又何苦给自己找麻烦？人的罪，不能怨天。你若查不出来呢？只要是人为的，就会留下线索，我就能查出真相。你要小心行事，查出什么及时告知我，我也好助你。多谢魏师。火是怎么烧起来的？是不是又被雷给劈了？和那棵梧桐树一样啊！为何只有他体肤完好？其他的这几具都是烧死的，只有这具是在别的房间发现的，是被呛死的。哎，你们怎么进来了？别乱动啊！我跟你聊聊。哎，你干嘛？来，我跟你说，你别动！魏师，千万别乱动。是魏师来的。哦，魏大学士。哦，知道魏大学士。这把钥匙是宫中之物。精致的娘子啊！上车！这已经第3波了。廷尉这么急，宫里肯定出大事儿。宫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去查一查这东西的主人，就应该知道。这从何查起啊？看流金走线，朱砂描红，不是一般人用得起的。东市有一间香料铺子叫锦苑阁，西域沪上最好的香料，都会优先供应那里。查一查，买这些香料的究竟是何人？哎，公子，你去哪儿啊？走吧，去东市。
这是有人从外面把门给锁住了吗？那是有个暗门吧？通往何处啊？郎君定是看错了，哪有什么门呢？雅欣，雅欣着火了，快出来！雅欣！其他的这几具都是烧死的，只有这具是在别的房间发现的，是被呛死的。雅欣，快开门呐！快点开门！啊！阿紫，阿紫，你开门！阿紫，开门！阿紫。曲水楼里为何藏着一名宫女呢？我查清楚了，那个香囊里边是墨药、檀香和郁金的混合物，都是皇后最爱用的香。难道那个女子是皇后宫女人？她身上肯定藏着什么秘密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满大街都是金乌卫，都是在找她。何人扰金无畏？我知道那名死者的身份了。你知道？她是皇后身边的私保宫女。将军，就是他。彻查平康坊。是。所有人，彻查平康坊，每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。这人谁啊？皇后的侍卫，康志毅将军。皇后到底丢了什么东西？看这阵仗，
肯定是值钱的东西啊。生、死、权，任谁都惶恐。此事动摇国本，圣人不呐，可不查呀！此等大事，您一定要慎重啊！三思啊！圣人明鉴，恳请圣人决断。圣人，你一定要慎重，圣人一定要慎重啊！决断，圣人，明鉴光大，要慎重啊！请决断呐，圣人呐！圣人，凤印丢失，乃皇权旁落，并为歹人所利用，强行镇杀扬州刺史陈珠良，朝野上下人心惶惶。凤印丢失，实属中公失德，必须严惩。请圣人圣裁。请圣人圣裁。你到底要找什么呀？你看你把我这儿搞得那么乱，你是干嘛的呀？你看我这是干嘛的？官府的，将军府的，皇宫的。别问，问多了都是事。哎，老板啊，你这个东西多少钱啊？这个10文。你这太贵了。哎，不贵不贵，还可以便宜点。哎，这个真好看啊！这多少钱啊？8文一个。我妹妹长得这么漂亮，你不得给人便宜点？5文。好，行，5文，那就5文。谢谢啊。哎，你在开门？哎，朋友，看一看。来，老板，这能尝尝啊？哎，可以，全啊。哎，这真好吃。是吗？你们尝尝。我尝尝吧。啊，是吗？来，尝尝。哎，你们别光吃嘛，到底买不买啊？是啊，该买还得买，该付钱还得付钱。好。脸贴的啥啊？他们说这样能辟邪。这你也信？快走吧，公子等着看杂报呢。整的跟真的似的，我再玩一会儿。怀英啊，果然是游过西域的人，见多识广，真让人羡慕。不像我啊，每天窝在这个国子监里，终日灰头土脸的，抄不完的公文，写不完的文章。这些年，要不是卫士的照拂，我恐怕连糊口都难。哎呀，别喝了，喝酒误事儿，喝酒误事儿。我喝酒从来没误过事儿，那天是有人在我的酒里下了药。哎呀，这个是结束啊！哎，世界上现在人人自危，都说这是天谴。什么天谴？你说，皇后喜欢的梧桐被雷劈了，她喜欢的妓馆又被雷劈了，着火了。哎，你说这不是天谴是什么？居水楼不是因为雷电击中才起的火。你什么都不说，那我不是得到市井上去听这些传言吗？
不是天谴。你跟家主一样，惜字如金。你，来，卫士，你可知贺大金有什么喜好？这几日，我总是能梦到他。可是，在梦中，又总是看不清他的容貌。他自小在我身边长大，可近来我才发觉，我根本就不了解他。他好喝酒，酒壶随身带，好写诗。这平日里呢，我就爱喝一口，但是当着卫士的面我可不敢。所以今天咱们喝酒的事儿，千万不能告诉卫士啊。这些我全都不知晓。他自小怯懦，一向谨言慎行，在我跟前10多年来，从不敢大声言语，而我对他又多是批评和挑剔居多。卫士节，私人一事。我现在担心的是你，2日已过，祸从何处起？可有眉目？居水楼内易燃物太多，起火点不好找。扬州刺史陈竹良，5年前陈竹良因为反对李后，被贬官山南道扬州。前几日，正是他被奉印矫诏强行侦杀。也正因为此事，才翻出了奉印失窃之事。可是5月11日，正是菊水楼案子的第2日。这跟菊水楼案子有关吗？有。当晚，有人到过菊水楼，他知道会起火，锁了大门，不让人进出。我没死，纯属侥幸。是什么人要杀你们？不是想杀我们，他要杀的是掌印宫女雅欣。雅欣坚守自盗封印，事成之后被人灭口。据万年县报，居水楼管事儿的乐伎是雅欣的同乡，牵连了这么多人，都是因为雅欣。这些你是否向万年县令汇报？还没有，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，没有证据。但居水楼一案和奉印仪式一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放火的恐怕就是偷印之人，是皇后的敌人。你看了那么多杂报，怎么还不明白？皇后改心，触犯了太多人。我就是想说，这扬州的杂报内容不实，我不信真的有农人会抵制改新。皇后的科举改新，改掉的是门阀的垄断；农事改新，不再追究脱籍的流民之罪，还让他们就近落户，安排田产，民有所耕，地有所长。这是我这些年来四处游历，亲眼所见。亲眼所见，难道就是真吗？皇后凤印一事，所有常科考试试卷全部封存，不予批改。现在昭文馆内忙乱成一团，支持皇后的和反对皇后的两派混战。我素来与政治无缘，一把年纪只想躲得清静，但我告诉你，在长安城内，反对皇后的人太多了，他们面目狰狞，
根本无需掩藏，各怀各的心事，且都位居高位。长安城不是你我的，是他们的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养成了这毛病，走一路偷一路的。这怎么能叫偷啊？我这是顺手拿的。你说你顺手拿就不拿点值钱的，你拿这堆破烂它有何用？这叫留个念想。反了！哎呀，干嘛去？公子在吗？公子不在。我找公子去。啊，公子不在。有的事儿就是要趁他不在的时候做。洪管家，啊，正好我正找你呢。这是我亲手做的碧螺，甜口的、咸口的都有，你尝尝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啊。有事就这说啊！你这个小脑瓜子转来转去的，没事你献殷勤，哼，这东西我可不能吃。我就是想了解了解公子，比如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别的人吗？哎呀，公子是父母早亡。那他没有兄弟姐妹了？没有，他是独子。那他真可怜，跟我一样是个孤儿。公子啊，虽然他现在啊只剩下一个人，但是他也是官家出身，跟现在表现出来的都不是一个人。这跟什么出身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人活在世界上，如果一直是独自一人的话，总会觉得孤单的。您是不是在担心他破不了这个案子？哎呀，我不是担心他破不了案子，我是您是担心他。担心他的安危。洪管家，你放心吧，日后我们兄妹二人会和您一样，护他周全。你回来了，来尝尝我亲手做的碧螺。我不饿。来，你多少尝尝啊！这就是你想了解的人，他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手段的皮绳，或是人为的，而后又从外面用皮绳锁紧了逃生之门。这绝不是天火，绝不是。万年县教育处农舍，昨夜被天火所焚，报案人称有4人惨死火海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快去传仵作！禀明府，仵作前日突然发病，满脸红斑，喷嚏不止，告病在家。哎呀，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啊？让我试试吧。啊！我略懂医理。干吧啊！哎。看出什么来了？这4具皆是男尸。
掌心有老茧，虎口也有。他们都是被烧死的。我用你说？是啊。不对，火起之前，他们就已经死了。他的口腔中没有粉尘。我进火场里看看。啊？哎，你这，哎呀，跟上！是。我也进火场看看。这都烧成什么样了？能有什么线索？哎呀，让咱查就查吧。哎，发现什么东西了？凶案现场发现任何物品，必须要交给官。怎么回事？嗨，不就是一堆死残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去那边看看。为什么偏偏是这些残呢？哎，你干嘛？我取些残，再查一查。查什么呀？啊！来人，把这些尸首和这儿发现的所有的东西都带回去。快，把这收拾一下。等等等等，林府，再让我查一查吧，我一定能够查出点什么来的。查什么呀？啊！这案子涉及宫中，不归我管。你要查，你就去找那个刑部尚书啊，对吧？民府，再让我查一查吧。今日已经是第4日了。哎呀，热死了！哎呀，热死了，热死了！哎呀，热死了！哎呀！还没看明白吗？这案子你查不了。嗯？神仙打架呢！哎呀，热死我了！赶紧的，收了收了。哎呀，回去歇着了啊！收了收了，快点！是。哎，慢点，抓紧啊！有收获。看前面，慢。好嘞。那个万年县令说，偏偏是这些残，是啥意思呀？武后效仿长孙皇后行清残礼，遵照传统的礼法，要清明、清养、清骚。长安附近哪有人养蚕的？所以那些蚕，恐怕都是清残里留下来的。分散到农舍之后，彰显皇后顾及天下苍生之美德。所以这就是个普通农舍呀。是农舍，但也许并不普通。那里边那些人，恐怕也不是普通的农人。啥意思啊？尸体上肯定有线索，问题是，我无权查验尸体。我走不动了，咱们就这么走回长安，得走到啥时候去啊？袭人醉天香，刚好3匹，咱们1人1匹，4匹。不对，这马可不像是野马。这些马我见过，